此时慕瑶就在你身后。听了华浅的话，仲夜兰下意识推开了他，因为用力过猛，华浅险些跌倒。仲夜兰回头看时，慕瑶已经脸色苍白地转身离开。祭祖大典上，重生的华浅替仲夜兰挡了一剑后，告诉仲夜兰这桩婚姻是自己算计而来，只求功过相抵，和离归家。华浅的父亲华文昂掌握着仲家的采买权，1年进的钱比县令10年赚的都多。仲夜兰不愿休妻，华浅只当他是碍于情面才留自己在后院虚度光阴。为了逼仲夜兰做出选择，华浅当着慕瑶的面抱住了仲夜兰，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让仲夜兰明白，只要自己还是他的妻子，慕瑶就不能光明正大的站在他的身边。仲夜兰爱慕瑶，曾在大婚和归宁时抛下华浅去救本该被发卖赔偿的慕瑶。慕瑶的父亲慕云平自接管仲家的香药作坊后，就与华文昂不对付，于公于私，华文昂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日，华文昂勾结葛家造假，冤枉慕云平监守自盗，慕云平被判流放领表3年。父亲蒙受不白之冤，自己也不甘屈居侧室，慕瑶以己为饵离间华浅和仲夜兰。重生后的华浅知道仲夜兰已经决定和慕瑶联手调查慕云平一案，真相大白那日，华文昂将被斩首，华氏全族皆遭牵连。为改变命运，华浅主动提出让仲夜兰娶慕瑶进门。大婚那日，华浅的小丫鬟翠竹将华浅哥哥华生的位置透露给了慕瑶，让他有机会设下陷阱。翠竹喜欢华浅的侍卫华容周，华容周10岁那年被父亲和继母卖给了亵玩男童的富商李氏。华容周稍有反抗，李氏动辄打骂。李氏见华容周被打得遍体鳞伤都不服软，便在吃食里下了药，被警惕的华容周互换汤碗后用烛台砸死。临走前，华容周一把火杀了李宅，逃到皇城做了乞丐，被华浅所救，辗转进了仲家做侍卫。翠竹对华容周一见钟情，央求华浅把他调到了身边，但华容周爱的是华浅。一日醉酒，华浅把华容周的脸当成棉花糖亲了一口，翠竹因此怀恨在心，与慕瑶勾结。仲夜兰娶慕瑶，华深也受邀赴宴。华深不学无术，所有纨绔的陋习一样不少，平时没少仗势欺人，强抢民女。早前华浅生病，华深去仲家探望时就曾调戏过慕瑶。华浅深知哥哥秉性，特意命翠竹传话，让华深老实待着等他。谁知翠竹出卖了华浅，慕瑶的侍女将华深勾引到慕瑶的院子里，将其打晕。慕瑶适时尖叫，仲夜兰赶到，抽出侍卫南风的佩剑，就要废掉华深双臂。华浅下意识地挡在华深面前，仲夜兰一掌击飞举剑相拦的华容周，扬言要连华浅一并杀了。仲西武阻止了仲夜兰。事后，慕瑶解释自己这么做是因为替情同姐妹的贴身丫鬟玲珑报仇。慕家出事后，玲珑被华家买走，因不堪被华深送给其他男人，在华府门口自尽。华浅先让华文昂动用权力查出了慕家所有家仆亲戚的下落，以他们的安危逼慕瑶求仲夜兰放了华深，然后将和离书给了仲夜兰。自从华浅为仲夜兰挡了一剑后，他就开始在乎华浅。慕瑶嫉妒，再起报复之心。华浅要和离，明知是非而不言对错的华文昂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长公主则担心华浅后悔，给他1个月好好考虑。接下来的时间里，华浅致力于陪嫁铺子的账务，同时按照前世的记忆命华容周抢在仲夜兰和慕瑶之前把华文昂的罪证都握在了手里。1个月后的午宴上，2伙黑衣人现身，华深为华浅挡剑而死。翠竹扑到华容周身上，让刺客趁乱打昏华浅将其带走。华浅醒来时，他和慕瑶被绑在悬崖上，黑衣人要求仲夜兰2选1。黑衣人是慕瑶让武硕墨的人假扮的，他想知道仲夜兰的心意，若仲夜兰选择华浅，他便纵身跳下，斩断情丝。为此，慕瑶特意找了处山顶，下面是潭水，中间是藤蔓和树枝，人即使摔下去也无性命之忧。仲夜兰紧张地朝慕瑶的方向迈了一步，华浅见后，用华容周送给他的藏着刀刃的手镯割裂绳索。华容周随他跌入山谷，直到第2日才背着华浅归家。武硕墨答应帮慕瑶，是自认为可以借机带走他，
但经此一事，他发现慕瑶爱着仲夜兰，于是选择尊重他，独自离去。华深的死给了华浅最深的伤害，这个一直被他看不上的哥哥，却为了他舍去了自己的性命。华浅发誓要替哥哥报仇，他派人盯着慕瑶，顺藤摸瓜找到了本应离开皇城的武硕墨。华浅敢肆意抓人，武硕墨却没法呼救，落了下风，被华浅抓住。慕瑶担心华浅拿他和武硕墨的关系大做文章，答应替华浅找出另一波刺客。一日，华浅说起刺客的目标是自己，众人皆惊，只有戚如心面色平常，而慕瑶的调查结果也佐证了华浅的猜测。戚如心憎恨华浅嫁给仲夜兰，又得仲西武宠爱，于是想出了歹毒的计划。华浅用刀将其毁容，戚如心每行转欲找华浅拼命，奈何他已被仲西武软禁，隔着重重守卫，他除了叫骂什么也做不了。戚如心毁容失势，戚家赶紧将嫡女送入仲家顾宠，仲西武让他住进了戚如心的院子里。仲西武早就知道戚如心是华深之死的幕后黑手，却把事情压了下去，还屡屡阻扰华浅接近调查戚如心。他这么做是因为戚家掌着仲家在南方的所有生意，想要瓦解非一朝一夕之事，戚如心轻易不可动。华深墓前，仲西武给了华浅和离书，他右手执灯，左手伸向华浅，深情地说：浅浅，一切都有我，只要你愿意，我的手就在这里。华浅知道上位者不易，凡事不能只凭好恶，但他对仲西武动了心，曾给过他多次机会，希望仲西武亲口告诉他戚如心有罪，但仲西武选择了保下戚如心，对华深之死缄默不语。失望至极的华浅拒绝了仲西武，表示只当没有听过他的表白，转身离去。数月前，仲夜兰庆生，华浅煮了一碗长寿面，仲西武见了，虽然面上不显，内心却是嫉妒的，那时他就爱上了华浅。初时，仲西武对华浅只是好奇，他不明白这样一个靠下药才嫁给仲夜兰的心机女，怎么进门后却一直把丈夫往慕瑶身边推，于是把丫鬟银杏派到了华浅身边。翠竹的事被揭开后，华浅没有追究，给了他银钱和卖身契，将其打发走。那之后，华浅每次出门，仲西武都能找到他，他虽觉有意，却也不曾放在心上。华浅与仲夜兰和离后，仲西武一意孤行要娶华浅。他知道仲夜兰和已经被扶为正室的慕瑶早晚会当众揭穿华文昂的不义之举，于是命银杏从华浅那里偷走了装有华文昂罪证的盒子，想让华浅立功，然后名正言顺地把他娶进门。华文昂钻营都是为了给儿子打点好后路。华深死后，华文昂心灰意冷，卸了职务。为保华氏，华浅被逼主动告发父亲，华文昂自始至终没有怪过他。华浅早在告发华家前，就以要搬去江南虚置屋为由支走了华容州。武硕墨自知间接害死了华深，答应替华浅盯着华容州。仲西武要娶华浅，遭到了长公主的反对，毕竟华浅曾是仲西武的嫂子，兄弟戏强终究是丑闻一桩。长公主赐了华浅假死药，对外宣称华浅替父赎罪，自焚于仲家，因感其仁孝，遂免了华氏一族的死罪。他命人送走华浅，留了房契和银票，表示只要华浅不回皇城，华府便可永保太平。华浅醒后，向邻里编了个谎言，说自己是家道中落逃难来了，很快交到了闺蜜秦云。秦云是仲西武的人，隔三差五会向仲西武汇报华浅的近况。华浅去世的消息传来，华容州去仲家刺杀仲西武，被仲西武的侍卫于20招内一掌拍翻在地。每月初5，仲西武都会给机会让华容州刺杀他，他们都不杀对方，都怕华浅不高兴。华容州的武功越来越高，仲西武知他有能力保护华浅后，便烧了秦云的信，告诉了他华浅的位置。仲西武让华文昂夫妻假死，让华浅不必受制于长公主，然后称病偷偷去见华浅，看到他和华容州正在河边甜蜜的洗衣服。华浅看到了仲西武，让华容州替自己送了一个食盒给仲西武，里面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说是谢礼。仲西武红了眼眶，但还是盖上盖子，上马离开。他要的从来不是一碗面，而是那个能为他洗手做羹汤的人。